Hello，大家好，今天是8月1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美股神奇周转后果然反弹，买点出现，但小心这一个压力位，英伟达左侧可以加仓，这个支撑不能够跌破。7月28日，我们盘前广播当中有提醒到，谷歌和微软的买入机会，而谷歌运线上破，买入上涨，但可惜微软没能够买到仿包的节点，错过了一次短线行情。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55期的视频。那么阿哲还是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周复盘观点。那么第一部分还是看到有关于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分析，阿哲会把之前的观点我们再重申一下，而后我们还是要再学习目前可以用到的多空缺口交易。通过这个缺口，我们之前是观察到很多次要卖出的一个风险，甚至可以说是做空的机会。那么这次的缺口我们依旧要去关注。那么对于指数有所认识后，我们来到第二和第三部分的个股解析。阿哲还是要讲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以太坊、Huawei、谷歌、微软、Coin、Circle、礼来、AMD、英特尔、APP、SOXL、Meta、RQB、台积电、皮尔提亚、美光、亚马逊、AAY、LIT、MBIS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那么希望今天的视频依旧能够帮助到您。如果您是我们的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我们会看到视频当中的目录其实比较多，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偏长一些。不过阿哲已经把每一部分都切割成了时间轴，大家也可以点击下方时间轴进行跳转，可以优先观看您想要看的那一部分内容。希望这个设置能够帮助到您。而目前在个股方面，绿色块阿哲是去掉了 Coin 和礼来， Coin 是出现了买入之后的止损，而礼来是我们要提前止盈。而出现买点有上涨的其实是谷歌以及亚马逊。亚马逊我们在7月31号其实盘前也给到了一个买点，那个买点其实也是之前盘前视频当中一直有讲到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那一个仿包阳线的买入。而微软是没有买点， Meta 是刚出现买点，皮尔提亚也是出现买点之后还在止损位之上，没有打止损，英伟达也是刚出现加仓，特斯拉也是刚出现买点。所以目前市场虽然指数环境不是很明朗，但是个股上还是比较有机会的。那我们看到今天的第一部分观点的回顾，其实当下还是处于一个向下的趋势线当中，市场在多次触碰这条趋势线后出现了明显的下跌和破底行为，所以这个趋势线的压力阿哲认为还是有效的，大家可以简单的画一下，不用多精准，但差不多你只要是这个区间这附近的价格容易遇到压力即可，目前还是有一点点空间的，只是空间不大。所以在下周行情当中，我们随时要去小心它再上涨，其实空间来讲，按反弹来看是不是很多的，所以指数的一个机会远不如很多个股所产生的一个表现，所以个股可能现在我们更加去关注。而从九转的买点来讲，其实是出现了的。我们在上期讲过，九转的买点，指数的止跌，我们要关注一个状况，就是有没有仿包阳的出现，以及这根阳线最好是比4天前的收盘价要高。那么像这根阳线，它的4天前是谁？这里是1天前、2天前、3天前、4天前，很明显它的收盘价是比4天前高的，又是反包阳线，所以它是一个很明确的九转下跌之后的一个衰竭 K 线。所以你的买点不应该是9号直接买，也不应该是后面下跌随便去加仓。我们右侧确定信号这根阳线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判定它确实止跌了，所以后续这一个交易日延续反弹，目前其实还在反弹途中。那么除了这个趋势线的压力要小心，还有一个我们缺口要注意。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二部分多空的缺口交易，我们还是看到当前的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其实阿哲在公开频道当中所分享的缺口方案，其实往往就是那一个，甚至阿哲觉得那一个缺口的看法就已经远远足够了。我们只要有一个概念，就是缺口你日线看到的判定就是相对中短线的判定，所以目前缺口我们多空方向就分为多方的缺口向上跳空这种蓝色的缺口，以及空方的缺口向下跳空这种粉红色的缺口。向上跳空代表多方强，多方在加速；向下跳空代表空方强，空方在加速。所以一个牛市，一个短线强劲的行情，中短线的趋势行情，一般会有不断的向上缺口的跳空出现，经常会出现。那么它的特征是什么？除了它经常有向上跳空出现，另外一个就是基本没有向下跳空，但它会有另外的特征。好，那么这种向上的缺口产生之后，如果多方很强，或者说空方不强，未来依旧还能够维持上涨趋势不变，它往往会出现一个变化，它的缺口要么就不回补，
是吧？不回补这种缺口，基本上它这种大的缺口很多时候是不回补的，要么就是可能会有小缺口出现，而这种缺口会被很快回补，但是一回补市场其实就会见到一个低点，所以这种缺口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支撑，也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多方在其中埋伏有买入订单的一个空间。所以价格要么就是不回补这个缺口，不给你上车买入加仓的机会，要么就是一回补缺口就有大批人去抄底买入。所以这是一个很强劲的多头推动多头上涨的一个市场。而当市场是空方趋势，那么就反过来了，它会经常出现向下跳空缺口，而这种缺口要么是压力，要么是被回补之后会立刻出现下跌，比如说最近是吧，一回补向下跳空立刻就下跌了，立刻就见到高点压力了，一回补这个缺口立刻见到高点压力。所以一个空方占优的市场，就要么不回补向下跳空缺口，是吧，不给你去加空的机会，要么就是一回补缺口有人去再次的去高抛，再次去卖出，或者说去看空去做空。所以当前的市场很明显它不是一个多方占优市场，它是一个空方占优市场，因为它已经连续一个缺口回补见高点而后快速的下跌，另外第二个缺口被回补又快速下跌，下跌时又出现一个缺口，所以它经常性开始出现向下跳空缺口，而很少出现向上跳空缺口。哪怕我们在本周周五出现了一个跳空向上，但快速在日内也被回补了，所以产生不了这种向上跳空留有缺口的日线状况。所以这是目前通过缺口来判定中短线就是空方占优的一个市场。那既然当下是空方占优市场，它就会维持空方的特征。如果有向上跳空缺口出现，它的向上跳空缺口在空方市场当中是会被快速回补的。另外一点就是它往往不会出现向上跳空缺口的残留，而这种向下跳空的缺口会有强压力，往往不能回补，而哪怕能够回补，也会在回补之后出现空方的进场，做空者的重新出现去看空。会有人认为，会有很多资金认为这个地方将能够是一个不错的做空点，或者说是之前没有卖出筹码的另外一个好的卖点，所以要小心空方市场当中回补缺口、向下跳空的缺口的这种情况。所以下一次如果有机会把这个缺口完全填补，那将是一个高抛机会。当然你也可以用 K 线来确定，比如说出现这种完全回补之后再出现反包阴线，你可以作为确定。所以当时回补这个缺口是吧，反包阴线你就是风险，反包阴就是风险，反包阴就是风险。我们提醒过很多次，回补这个缺口，当然它有时候不会给你那么好的一个反包阴的卖点，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所以有时候你要去右侧判定一下，顶分型可能就开始减仓了，规避风险了。所以当下在往上越是填补缺口时越要小心，如果有明显下跌阴线出现，那么肯定是要减仓的，肯定要先一步的锁定这是反弹的利润。所以这个缺口就是当前重要的压力判定，压力的一个参考很关键。一旦下周在反弹填补缺口过程当中出现明显下跌阴线，就要提前减仓，因为预防它又是一个破底的准备，那个地方也有可能是很多人的绝佳的一个做空点。所以这是在多空缺口交易时我们要去注意的多方缺口和空方的一个缺口。目前很明显是空方占优的市场当中不断出现空方的缺口，而它已经连续出现2次这种特征了，现在是第3次，如果还维持这种特征，那这个地方的回补加上趋势线的压力，那么又是一次空方的进场的一个时机，也是多方应该去小心的时机。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第1部分和第2部分的讲解，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老同学，听到这里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宝贵的小红心，那依旧支持阿哲每期的视频制作。当然如果您是新同学，也希望大家在学有所获的情况下，也可以点击我们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在点击之后您就会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未来我们可以持续学习技术分析以及跟踪美股行情。而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来到市场当中的个股解析环节。指数虽然只是反弹，但很多个股其实出现了很明显的上涨，是吧？比较明显的像亚马逊以及微软还有谷歌，是吧？其实都涨势不错，还有很多个股其实都出现不错的机会。那这种机会你这次把握到了吗？如果没有，或者说你经常在市场当中产生这种机会出现时又踏空或者说错过的一种情况，不管是多头还是空头，其实阿哲是比较建议，如果您还是订阅阿哲频道的粉丝同学，您在订阅阿哲之后，如果您是新同学，阿哲是建议大家去领取一下我们频道专属的一个订阅粉丝福利。这个福利是专属于我们频道的订阅粉，您只要订阅了阿哲是新同学，没有参与过期权体验课的、期权实战班的，都可以去体验，都可以去学习。
您只要订阅阿哲之后，那么以下的4重期权相关的福利您都可以去进行领取，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点击对应卡片就可以找到助教，然后去进行领取这4重福利，进行期权的一个实战学习。那么阿哲是邀请一位经验特别丰富的美股期权老师 Great 老师为大家去进行讲解有关美股期权交易的一些注意事项，以及每期都有实战环节。像最近 Great 老师他在我们的期权实战特训营当中也公布了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产生了单日大赚 3.3万美金的一个收益。它其实就是有关于苹果的一个双买策略。苹果最近的行情大家也发现了，它其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空方的一个机会，是吧？大的跳空出现，而就是这么一天，是吧？这一个策略是在28号所公布的，而截至7月31号，那么苹果最新的持仓其实已经出现大赚，所以这就是 Great 老师对于市场环境的一个把握，是吧？快速捕捉到一些大机会的产生，然后用期权策略去制定一个比较稳健的赚钱的一个逻辑。所以如果您目前对于市场环境、市场行情还不太熟练的去操作，交易上还有一些欠缺，都可以去参与这一个美股期权课。相信 Great 老师能够给你带来比较不错的，或者说另外的一些交易思路。所以不管是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还是在底下我们的一个评论区，阿哲都放置了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您找到助教，那么跟他说一下，您已经订阅阿哲频道，就可以参与我们下周的期权实战体验课程。那么希望它能够帮助到您，特别是我们新订阅的同学，希望下次行情出现时您能够去有所把握。接下来我们来到个股环节，第一次标的我们还是看到特斯拉的行情，其实怎么说，现在最多也就看个反弹，就大的趋势我们其实已经说了，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中期的高点，是吧？一个中期下跌、中期反弹、中期的下跌形成，是吧？破位了，所以这里呢，阿哲认为是有一个小的波段的一个反弹的一个需要。它的反弹只是确认之前的破位是有效的，而阿哲认为大概率是有效的，小概率是黄金坑。这个黄金坑的形成可能得要是周线级别才有机会去确认，所以日线级别我们看到它有一个买点，九转的衰竭买点是不是收盘价它已经反包阳是有了，同时它也是比4天前高的，那它的1天前是吧，2天前、3天前、4天前收盘价是高的所以它又是一根比4天前高，同时是反包的阳线所以阿哲认为这一个周五的 K 线是一个买点，而这个买点它的逻辑不是一个看个大反转，是吧？我们其实很难去看能够过左高了。之前这个低点守住的时候，我们说这一波行情有机会去过左高，但可惜中途呢就失败了，那走出趋势的破位了，那没办法。所以这一波行情我们只能跟到这一块，市场就出现了一个走势反转。所以趋势需要跟踪，一旦有不对的地方，我们要及时去改变这个趋势的一个看法，从中期反转变成中期反弹。那么现在就是一个中期结构的破坏，这里只能看个什么反弹确认破位的有效，而大概率是有效的，因为缺口太大了，是吧？所以这个地方要么是反弹到之前低点这附近产生压力，结束本次的反弹，而后继续走波荡下跌，要么就是产生较大的破位反弹，去回补这个缺口一半以上，而后再出现2次回踩，再去看一下它是一个黄金坑还是一个波段下跌破底。所以这是阿哲目前的一个逻辑，就是你要做多是可以的这个位置，但是行情机会大概率是不大，最多是一个波段下跌加速之后的波段反弹是这么去看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上海趋势图方面，当前我们所看的就是上海趋势图了。上海趋势图当中有一个白色 K 线产生，而后这个反包阳除了是9转反包，它还是一个左侧的超跌信号反包，就是白色 K 线它其实是比较少见的，它是一种超跌信号，是吧？曾经在之前这一波单边下跌当中是出现过很多次的白 K， 蓝色 K 线是属于上海趋势图当中的短线超跌，白 K 是中长线超跌，但不代表这个超跌就一定能够出现大底，只是每次大底它都是在中长线超跌中产生的，所以我们需要去关注每次白 K 的出现，因为它某一次可能就是一个大底了，所以这个地出现白 K 它突破之后，它是一个波段的一个小反弹，那么这个地方有个白 K， 但它没有突破，所以这种没有突破的白 K 就过滤掉，所以这个地方反包出现了一个大的低点，是大的底部，所以它是2次白 K 买点之后产生的一个底部，是当时这一波下跌行情，所以白 K 是比较少见的，而后它的质量会高一些，所以当前从高位下跌日线暴跌以来，其实中期跌了2波之后才跌到白 K 的地方，所以可以算是一个高质量的中期反弹的可能性，所以它有反包你就可以去做白 K 低点做防守，所以每次白 K 其实都可以去博弈一下，它有可能是一个底部，所以我们每次突破，是吧？你可以做短线反弹，
也可以直接去博弈它是一个中期底部，我们设好止损就行。因为正常如果是一个有效的中期底部，它这个白 K 往往不会去破了，所以它哪怕2次回踩它也不破，是吧？有机会把握这种行情。所以每次白 K 出现，我们都可以先去博弈一下，先看短线，再看中线，是吧？如果白 K 低点一直不破，那其实就有机会出现比较不错的一个右侧行情，再去做右侧加仓。目前只是说第一个买点。周线上是一个蓝 K 是本周期的短线超跌，是吧？它蓝 K 也来到了这个龙门线上。之前这个地方是不是也产生过同样的一个信号，线加蓝 K， 在长线线加蓝 K， 行，不一定说不能够复刻当时的场景，至少它这里来一个中期反弹，阿哲认为是有机会的，所以当前这个白 K 是可以去做一下，因为它的空间说不多，但其实也还行，是吧？所以这是目前的一个看法，但大趋势是不好的，它没有那么快反转。好的，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下只标的是英伟达，英伟达的行情走势就属于跟亚马逊类似的2次回踩有买点，但是亚马逊确实有点很牛，本来以为它的走势比英伟达的结构是弱一些的，但没想到它的启动爆发那么强啊，反而英伟达是刚刚出现买点，所以价格的走势可能刚开始弱，但不代表结果就是弱。但是目前的英伟达结构还行，价格上涨一波2次回踩，是吧？它这个地方也构成买点，反包阳之后，我们依旧这里作为加仓。之前我们这个地方是买过一次的，是吧？左侧第一次买入是这个地方，那目前是作为第2次。那为什么这里可以去买？我们就看到上海趋势图。那当前我们所看的就是上海趋势图表。那当时我们在这里买入的一个逻辑就是价格是一个中期回调，而后有短线超跌，又有龙门线，所以这个地方的反包我们看它是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越走越强，反而走为了一个紫色飘带，所以它反弹是有一定的可能性转变趋势的。那价格2次回踩又来到龙门线，又有蓝 K 又有反包，所以这个逻辑是一样的，龙门线上蓝 K 反包，所以这里是1次买入，这里是2次买入，那我们也就以龙门线这里作为防守位。那么这个地方如果能够往上破高点，那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2次回踩启动，所以这里可以依旧做多，低点做防守。周线上来讲，它并没有跌破这个周线蓝 K 的一个防守位，是我们上一次讲过，这个地方是一个要小心的。如果它往下收盘跌破，那就不好了。但这里反而产生出支撑，反而翘回去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没什么太多的问题，至少本周来看问题不大。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个标的是加密货币，还是同样的观点，就这个地方要么就空仓，把之前的多单止盈，要么我们可能要考虑的是开空了。这个空是比特币的空，所以我们还是这个逻辑没有变，因为它背离没有快速的一个修复，在当前还是保持一个比特币在左高之下，是压力，而且慢慢的还走出比较明显的这种下跌走势。那么像以太坊呢，它是在左高之上走震荡，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背离状况了。那这种情况下，它一直以太坊强，比特币弱，这是很难去维持的。所以比特币在开始走弱了，以太坊前高的一个回踩就不太容易撑得住，容易回落。所以我们更确定，你可能以太坊往下跌，是吧？重新跌破了，这其实我们就认为，这比特币的空方早就可以去开始尝试，是吧？只是说更加确定而已。所以目前做多不太合适，因为有个顶背离在，除非有一个机会能够把这个比特币带上去，那有机会我们说这个地方以太坊再启动，那做多依旧还是看以太坊短线的，如果空就找这个比特币的机会，维持顶背离就以空方为主，顶背离修复之后可以做以太坊的多头。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部分是我们的第3部分，第一只标的是 Call 位，目前还是处于日线的一个强势下跌波段，一个周期的强势下跌波段一般围绕它的本周期的飘带在稳定的运行。在之前是走出一个强势的上涨波段，价格走势回踩这个飘带会出现强势上行，跌破飘带转为黄带，维持目前的黄飘带一直在走波荡下跌，所以每次的一个上涨，不管是白 K 蓝 K， 价格走势反弹的概率会更大一点，所以每次碰到飘带容易破底，碰到飘带容易破底，目前又碰到飘带，又出现冲高回落，所以小心它再次破底。因为它这次是白 K， 所以我们抱有多一分的希望。如果价格走势不破白 K， 那么反而破飘带，那有机会在后续转为紫色带之后，我们去认为市场去有意走出右侧的更大的一个上涨，那时候我们可以去更多的去加仓。当下还是属于反弹的一个空间，只是这个反弹还是可以的，有缺口，有白 K， 有可能是一个破底之后中期的一个反抽。周线来说还是维持这个蓝色 K 线后的下跌，只是这个下跌有一个长下影线，这是上周的一个好的迹象，就破了左边低点有一个长下影线，那么假跌破，那么如果下周能够是反包阳，
那破了日线的黄飘带，那是不是有机会延续反弹到这个周线的黄飘带？那个空间可不算小，是吧？能够到94.891，现在也才71而已，是吧？所以这是我们所看的，目前依旧是日线弱势反弹，然后如果下周依旧维持，那么有机会引发周线的反弹。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只标的是谷歌，在破了这个龙门线2根之后，我们曾经就提醒过要注意了。其实不只是一次提醒，是吧？之前我们都提醒过的，就龙门线跌破2根，注意很多时候谷歌的机会会在此产生，或者说挺多股票的机会，中期机会会在本级别图表跌破龙门线2根之后快速止跌而产生。2根跌破，是吧？快速收回，这是一个我们相对的强劲的一个迹象。如果2根跌破不快速收回，但是却止跌了，其实也可以作为买点，是吧？之前这里是白 K 的买点，这里是蓝 K 的买点，所以我们盘前也有提醒到这一个点，它还是一个黄色飘带，所以价格走势如果还是黄飘带，就依旧定义它是一个反弹为主，是吧？小心进入黄 K。如果目前保持上涨，下周应该是会进入到黄 K。那黄飘带的一个风险点是在突破2根之后，是吧？跟这个跌破2根是差不多的。往上突破1根2根，如果就有压力，那么就跟跌破2根有支撑是一样的，一般也是说明它这里容易滞涨，容易有这个风险。所以目前突破第1根，下周是第2根，第2根这附近我们要寻找卖点。如果有阴线有黄 K， 小心有阴线的下跌出现，比如说线是吧，仿冒阴线这种地方就开始要减仓了，要小心了。当然后续2次回踩，如果缺口不破回踩龙门线，那可能有机会引发更大的一个上涨。周线来说是一个快速的反冲的阳线，站回飘带之上，好迹象，蓝 K 出现，而后下周维持上涨就反包了。所以下周如果上涨后回调力度不强，有机会周线确定止跌，那么这个地方说不定是一次跟之前一样的大的行情，是吧？所以这里可以去跟踪。下一个我们来看到微软，其实突破2根，是吧？龙门线跌破2根都注意，如果股票在这个龙门线之下，那么突破2根要小心。如果是在上面跌破2根，往往会有支撑的一个机会产生行情。当然如果它的飘带不能突破，这其实就是反弹而已。所以如果一旦市场在龙门线之下走空方，很多时候要么就是突破黄飘带2根，它会有压力，是有风险，这些都是相对普通的反弹。突破飘带2根就是风险。如果它能够突破飘带2根之后还能涨，一般就不太对了，它可能会扩大它的一个空间。那么这里最后是突破龙门线2根。好，现在它是首先突破飘带2根，它并没有去滞涨，是吧？而在这里走出震荡，我们就要特别注意这种行情的产生。 PLTR 其实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也关注 PLTR， 所以它这个地方往上冲，这里目前是从突破黄带2根到突破龙门线2根，所以2根有黄 K， 这里不能再追，是风险。所以既然这里没有买点出现，那么就不要再买了，不要再追了，因为这里要确定一下它是否能够继续往上涨。如果可以，龙门线后续有机会飘到往上冲，那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大的阶段的一个底部，这个时候其实你没有必要去追这个涨，完全可以等后续的大级别确定反转去做更大级别的一个中长线布局。周线上其实就是直接一根大阳线冲上来了，是吧？我们之前认为这个地方虽然是黄飘带压力，但是不排除它会破飘带，因为之前这里也破飘带了所以它在大周期上是破飘带，破了1根，那自然而然下一周就第2根了。所以不管是日线它破龙门线2根，还是周线破飘带2根，是不是都共振是2根的一个周期之内？所以这种地方你再去追，它的性价比就很低，很容易高了。所以之前周线是不是也是破2根就滞涨了？所以这种地方是不能追的，等它回调确认，哪怕涨，那你错过了就错过了，是吧？因为这个地方你买了这个很容易追高，风险太大了，成功机会其实很低，没有必要去参与这种买点。我们再看到下一个股票是 Coin 之前这里是一个买入机会，为什么买？其实逻辑跟 PLTR 和微软是一样的，因为它突破这个飘带之后2根之后，它其实没怎么下跌，又突破了，所以这里回踩，我们去在这附近找一个买点，所以逻辑是没问题的，目标是往上的。当然既然破了，那就止损，是吧？我们这种它本来就空方机会，逆势做多，那本来胜率就会天然的降低一点点，所以有失败也很正常。周线上还是维持这种空方趋势，所以它目前还是再创了一个低点，那么这种趋势还是比较弱的，所以还是继续关注，整体一般般，等下次再破紫色飘带再说。而后我们看到 Circle 也是空方趋势，是吧？你会看到它的日线是连续的压制，很难出现这种反转。如果你要去做交易，其实我们先看反弹2根，不滞涨，回踩紫飘带，那个时候我们往上看龙门线，
其实这个模型阿哲认为是比较万金油能够去用，当然你结合左侧有一个缺口支撑，其实是 OK 的。这里支撑之下不要去往下破，而是往上突破，走止飘带，那再去找机会，其实整体就是这个逻辑。从周线来看，它是刚消失，但是蓝 K 没有反包，所以反包之后有机会出现往周线的飘带去冲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要等待止跌的一个信号。而我来看到里来，其实我们说这个黄色 K 线是就是风险点，我们依旧还是比较期望它这一次的回踩能够跟之前一样去创新高的。但它没有创新高，而后出现黄 K 是吧？也临近左高了，就只要靠近左高附近有黄 K 就小心一点。之前是突破之后有黄 K 是吧？跌破给我们卖出机会，这一次是突破之前它就已经有黄 K 了，那跌破实体减仓，再跳空低开就直接卖掉了。我们这个地方走完黄色飘带，就有机会它是要走这个大的回调，可能要去往1042的龙门线可能去试探，也有可能是左边低点，是吧？我们等它明确止跌再说。目前是转为黄色飘带了，而下一只个股是 AMD 主要保持一个空方趋势，黄色飘带说明它容易走低点，是吧？蓝 K 突破走反弹，反弹飘带小心有压力。目前冲高回落力度其实比较大，不构成负阴线，但是已经是有表明这个飘带压力的一个可能性，所以这个地方做多的一个意义不是很大，没有必要。周线上是保持震荡，在试探这个飘带，没有明确的止跌，所以这个就不是说特别好的一个交易机会啊，还需要等待。下一个我们看到英特尔其实也是 Great 老师在期权实战班当中有曾经提过的策略啊，这个策略其实也还是 OK 的。目前它保持这种空方的趋势，这种下跌，如果你能够用期权保这种行情，其实哪怕市场下跌，你也可以赚钱。所以相互配合效果不错。所以如果您在最近操作确实一般，那么龟特老师的期权实战班还是推荐大家可以去参与去学习一些期权交易的策略和思路，它可能比单纯的股票交易会更加全面一些。所以如果您是订阅粉丝同学，还未找到助要报名参与期权课，都可以在右上角去点击参加我们下周的期权实战班。那目前只要是黄色飘带是有可能会去触及龙门线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周线上蓝 K 没消失，所以周线如果能够下周消失反包，那我们可以认为它这里可能要周线反弹，空间到位，没有有可能还要继续延续飘带去走更低的低点。APP 是吧？它其实也是只要是黄色飘带你就小心了，特别指数不强势的情况下，指数是黄色飘带，你的个股也是黄飘带，那这个时候其实风险性就很大了。如果你的指数是黄飘带，那个个股是紫飘带，那有机会走出逆势行情，那不是不行，是吧？所以当前很多如果个股是黄色飘带的，那其实就要相对注意一些，小心一些。如果周线都可能不太好，也是黄飘带，像特斯拉那种，那就更不行了。PP 它是在飘带之下，是紫飘带，但是它毕竟是跌破了，所以不算很好。这个趋势它还是空方趋势，只是一个反弹而已。反弹也是破了飘带2根而滞涨啊，所以当下还是空方趋势。左低没有破，在这个地方它的蓝 K 二次回踩，整体来讲有反弹止跌的一个可能性，但是它的机会依旧比较弱，多方比较弱。止跌不明确，因为周线的蓝 K 还没消失，你等周线蓝 K 消失反包，像前面这种地方其实还是有比较多的机会去介入的，没有必要太过于左侧去买周线的蓝 K 的时候。下一个是半导体3倍做多，它已经跌到龙门线了，因为它是3倍的嘛，所以它跌龙门线，而后有蓝 K 有反包，这个地方你作为买点可以提前买，但这种地方买点你就要看长一点，不跌破蓝 K 你就可以先做左侧的准备，而后等待加仓机会。那最好加仓机会还是等到周线蓝 K 消失反包，我们去找日线的机会。那个时候一般来讲，它会突破飘带，依旧寻找这种紫色飘带的一个地方去做交易。目前只要还是黄色飘带，就跟英伟达是一样的，还是左侧。下一个是 Meta 就是刚刚出现买点，这个买点是超跌反弹买点，因为从上面往下跌连续阴线，我们不能提前去买，你不能说跌到飘带有长线影线就买，我们还是要等待一个确定的。你会发现一直没有确定的阳线，那就再破，那再破再等。在大阳线这上面依旧等待确定阳线，还是没有，那依旧下破，那就依旧等。那这个时候破了之后，它的逻辑跟之前不一样了。如果之前在这个地方出现阳线，那算你强，这个地方很有可能走出大行情。那跌到大阳线也行，是吧？这个破位还算是有误差范围内。那这个时候你再出现反包阳线，我可以认为你涨上来，我们依旧还是能够看机会。但是这个时候它破了左低，整体来讲就不太好了。所以这个地方的买入也可以买，但只能说看个反弹去回补一下之前这个缺口。所以它的趋势从一开始很强，到中途一般，到最后很弱。
而后再出现确定点，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判断，也需要有一个相对的右侧的一个选择和止损。所以目前买入之后，止损就放到蓝 K 底下，目标其实就是缺口回补，它能够完全回补都算不错了，所以这个机会一般般。那我们来看到下一个 RKB。RKB 就是维持弱势黄色飘带，那这个周线还是蓝 K， 所以整体依旧维持下跌，所以这种情况下你随便抄底不太好，除非你做短线，是吧？蓝 K 出现仿包机会之后再去做个短线还可以，目前是没有这种机会的。白 K 仿包，我们看到飘带是比较近，所以这个风险并没有说特别的一个好的一个盈亏比，所以只能说去观望，等待更好的一个反转。台积电出现一个反弹之后，是到飘带，它也是靠近龙门线而后反弹。从周线来看，它是不是回踩飘带长下影线？这种地方如果是正常回调，它不是太大的这种周期的回调，应该是到位了。因为之前一直都是在飘在这附近止跌，等待一个阳线站到周线的飘带之上去判定。周线的飘带上沿是415.081，站上之后我们去确定。其实正常来讲，应该就是突破飘带了。突破之后回踩去找买点，是周线止跌的可能性更大的一个地方。目前跟之前一样，是价靠近龙门线一波下跌的黄色飘带，这是周线的回调，是周线回调。所以这个地方正常来讲应该是周线回调结束了，可以看一下这附近有一些买点，或等它转为紫色飘带之后再买都是可以的，那会更加安全。现在买会偏早一点，因为它只是周线刚出现长下影线而已。那我们看到 P2T 有买点，但是不断的在止损这附近在徘徊，它没有跌破大阳线，在这中间我们依旧认为多方还是有机会的，所以目标位依旧来看到龙门线，是吧？逻辑是一样，突破之后走两根，价格下跌没大跌，但是它也没突破两根，所以它是相对比之前的微软是要弱的，因为它没有突破前方的两根，所以这是个压力。这里的买点就要设一下防守大阳线的低点，如果收阴线过半跌破，那也是要离场的，并且这种股票我们是做逆势的反弹，那么我们自然而然不能够去放太多仓位。看到下一个股票是美光，那美光其实还是一个跟 MD 一样的反弹，是吧？到飘带有压力，并且是明显的一个回落，有负阴线的动作，那自然这种地方就是一个风险的继续的确定。它周线虽然有收止跌的阳线，但没有反包，所以它只是个反弹，继续下跌。所以目前的一个判定是周线、日线都未有止跌明确的一个信号，那我们就不能够随便去抄底，所以小心它延续下跌，毕竟它离龙门线还有距离。我们来看到下一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加速上涨，我们来看到买点其实是这一个地方的买点，是吧？它是一个价格之前左低二次回踩的一个蓝 K 的仿包买点。那么这个买点属于二次的加仓，也是左侧的。它之前这个地方属于左侧，这是第二次，跟英伟达是一样，只是英伟达更漂亮一点，叫二次回踩蓝 K， 所以英伟达那个地方会更好看一些。但有时候也不是说好看就一定会更强，是吧？我们说这是概率性问题。所以没想到亚马逊先走出来了，是吧？走了一个加速。那目前这个趋势其实没有什么太多问题，大的一个区间。从周线来看，就是回踩飘带。有蓝 K 有仿包回踩一下加速，是吧？那目标位就是278.56，我们认为它走左高去突破前高的概率应该是比较大的，所以之前的左侧仓位买入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未来这种地方的一个回踩紫色飘带的一个加仓买点。下一个我们来看到 AOI 是应用光电，它还是维持一个空方的一个强势趋势，周线的突破都没有，还跌破了龙门线，是吧？它整体虽然有长线影线。整个都是阴线，是吧？每一周都是下跌阴线，这种情况下你不能随便抄底，最少等一个周线阳线吧，是吧？所以这种抄底就太早了，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当前的一个做多标的。UIT 也是一样，是吧？周线它这日线的飘带都没有突破过两根突破之后，它其实都是滞涨的，是吧？所以它连这个飘带都没突破，所以每次到飘带这种地方都是风险点，哪怕反包了，你做多了，到这个飘带了，都是要小心的啊。所以它周线上其实也是破飘带了。所以这种都是整体单边下跌，是吧？你只能做短线只能看反弹。那么这种就是趋势下跌，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结束，还不如等它转为紫色飘带再去走二次回踩都没问题。再看到下一个是 MBIS 也是一样的，反包之后它其实没有什么空间了，就还是一个飘带，只是它没有跌破龙门线，是吧？所以它这里形成一个上方压力的夹角，下方有支撑的一个夹角，所以它在走一个收敛到目前为止底下支撑上方压力，所以它这个地方后续看它的一个选择，这个地方选择来话，这个地方的选择来说，就是周线上概率更大的还是上涨，长线已经有了，然后蓝 K 消失了。如果下周是一个反包站上飘在之上，飘带的价格是207.198，是吧？它站到这个龙门线之上，它站到这个飘带之上，
啊，我们说这个地方走出震荡，不要大调，那么后续是有机会去博弈一下转为紫色飘带的继续延续上涨。那么以上就是8月1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